嗨，干啥呢？早看节目了。这里是突然闪现的全国，应许许多多小伙伴们的要求，来一期有关推刀超基础课程。首先，新人最头疼的第一个问题，型号的选择，尤其是手边一根推刀都没有的小伙伴，会因为没有对比参考的对象，就会无比纠结。这回我来细细的给大家讲，大家拿出小本本记好笔记，全部都是臭干货。其实在教导诞生里就讲过，推刀型号20多个，越到复杂的刻线，使用的数量越会越多，各型号之间其实是无法替代的。比如说手里没有 0.5， 很难用 0.2 和 0.3 各一刀做出 0.5 的刻线，或者刻线需要 0.15， 也没有办法用 0.2 去代替。虽然数字上看上去只差了一内内，刻好之后观感上还是差了不少的。但是别误会啊，新手绝不推荐购买全型号，千万别贪多，特别是预算不是很充裕的小伙伴，并不建议为了获取更多型号而买便宜的工具，或许能暂时解决眼前的问题，但是终究会因为耐用性或者刻线性能差等问题再去升级，旧的就成了丢了可惜，不丢没用的工作台装饰件了。所以到底新手在推刀的型号上如何选择呢？不皮了，给你看，只是简单参考，毕竟同样的144比例，模型大小差得可大。其实之前的节目也有过关于尺寸的介绍，图片内容并非绝对，但大部分情况下都适用。如果真的只买一支，可以在上述的3支中选择中间或者是最细的。对于新手而言，基础的加深刻线和落差刻线就足够练习一阵子了。一个完整的机体，尤其是 GK 作品，会是什么型号都用得到。如果纯算使用频率，肯定是 0.125、0.15、0.2、0.3 这4个型号使用的频率最高。加深或追加刻线，使用机体原有刻线同尺寸，基本不会出错。做落差刻线就要比原有刻线再细一点点。0.1 这种大多是用来雕脸，0.4、0.5 以上就开始是做槽了，没有规定 PG、MG 一定要用多大的型号去挖槽，主要是看各位想要表达怎样的结构。这里大家可以回看我往期刻线的视频，不多赘述。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分不清铲刀和推刀的区别，其实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工具，两个刀头的切割处理也不一样。这个是铲刀，这个是推刀。这回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了吧？推刀适用于刻线、挖槽，铲刀的话，全工自己搞胶的时候，一般是做 JK 或者修件之类的情况，还有一些稀奇古怪角落的修整，还有水口、无爽这种凸起，用铲刀铲差不多再磨，速度会快不少。铲刀型号的选择，如果是修水口之类的， 2.5、3.0 这种偏大的型号更合适。1.0、1.5 相对使用频率没那么高，但是会用在修件或者刻线辅助上。小经验，有的这些改件向下层次的细节底部可能平整度不是很好，可以直接使用推刀进行修整，以大概一种挠痒痒的姿势反复刮，是可以快速处理平整的。注意，以下都是重点。推刀到手后发现小型号的刀尖是很细的，所以使用时要注意施力，不论对待零件还是推刀都要温柔。握住推刀后，请看好是用推刀较长的一边在下边，还有移动方向，千万不要搞反了。新手第一刀一定要轻，比握笔写字还要轻一些的力度，一点点施力向下滑。推刀的使用并没有多艰苦，就很老实，单一方向的一下的滑，不要上下来回滑，更不要企图直接划折线，把握住施力的大小和方向。虽然推刀的尖很细很脆，但是如果使用方法正确，一般是不会崩刃的。对新手而言，慢慢积累经验，熟了有手感，再下刀就会有分寸。如果一不小心推到刀尖落地了，轻者损失推刀一把，重者损失子孙后代。
其实如果不嫌弃丑一点，可以给推刀粘一个胶带，翻滚就行。还有个小伙伴会纠结的问题，那就是推刀的保养。别的不敢说，142小宝库上架的推刀是不会生锈的，一般也不会需要特别的保养，日常也不会有机会接触到什么强腐蚀的物质，有汗渍有灰擦擦就行。模型制作好歹算门手艺，对于手艺而言，经验都是磨出来的。最近我们新来的学徒小哥也在练习刻线，想要刻线规整，其实就是几个基础技术点注意好，另外就是细心、耐心，别图快，慢点来。记得回看一下我们教老诞生第5、第6、第7期刻线相关的节目，也可以按照里边的练习方式做个集中的训练，不出1周，基础刻线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一开始可能都不会刻得很完美，千万别放弃，毕竟完成品带来的成就感是无法替代的满足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全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